这是一起极其变态的儿童性侵案，钢琴老师竟侵犯了100多名儿童。录像里老师上一秒还在认真教弹钢琴，谁知下一秒就将手伸向了孩子的下面。Please don't. It's okay. No, that hurts. 而第二段录像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，警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不知究竟有多少孩子受害。到了第三段录像，则是一个大孩子，同样遭了老师毒手。Not now. Not again. 不料这时警察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不是3个人，而是同一人长大了。直到孩子成年，老师也没有放过他。对于这种长达10几年的性侵，就连警察都闻所未闻。但是还有许多录像带仍没查看，也就意味着被侵犯的孩子还有50或者100多人，里面的内容简直细思极恐。大队长决定以持有及鼓励儿童色情罪名传讯老师，但泰勒想给他定更严重的虐待罪，然而这个罪名需要有原告才行，因此大队长做出指示，一定要找到录像里的男孩玉田。可是茫茫人海，要去哪里找这个人呢？警探们只好拿着打印的照片，向老师家的邻居们挨家挨户打听。不成想邻居们都觉得男孩面熟，却都说不记得，反而把钢琴老师好一顿夸，纷纷称赞他是一个大好人，甚至面对警察的质疑，还自觉维护起了老师。他不仅培养出了著名钢琴家，而且还改变了许多孩子的贫苦命运。Hope makes a difference in people's lives. A hell of a lot more than you ever will. 这样一圈调查下来，警方认为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却在力图让一切维持现状。他们不想面对事实。至于玉田的消息仍是毫无收获。然而巧合的是，就在本森俩人路过老师家空房子时，里面突然传出了优美的钢琴声。俩人急忙推门而入，发现竟有人正在弹钢琴，而这个男孩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苦苦寻觅的玉田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随后警察表明了来意，于是玉田就跟着一起回了派出所，并狠狠夸赞了老师对自己的栽培。然而这些都不是警察想听的。最后本森终于按捺不住，直接问老师对你做了什么。结果玉田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即使本森磨破了嘴皮诱导，玉田就是死不承认。 How old were you the first time you had sex? I haven't yet. Mr. Holt didn't. Evan. Mr. Holt hurt you. No, he didn't. He's never touched you. Never. He pushed me. He raised the bar, and I met it each time. 看来玉田是铁了心不想承认了，乃至他的这种态度倒让警察为难了。看来玉田不知道自己被录像的事，如果拿出来逼他承认的话，可能刺激过大；但如果不拿录像，就只能起诉老师轻罪了，这就太便宜他了。最终还是大队长拍板，玉田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必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。随后大队长亲自为玉田播放了那段录像，玉田看到后果然脸色巨变，痛苦的记忆立马涌入脑海，他不自觉浑身颤抖起来，猝不及防的冲击摧毁了他所有的防备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但这却是他必须面对的。既然事情已经摊开了，警察也就不用避讳了。而为了收集更多的证据，警察又让玉田指出被侵犯的其他孩子的身份。结果玉田又大谈老师对自己的好，那意思就是不想在他伤口上撒盐了。可警察却直言，如果你不帮忙，老师就会继续回去上课，继续祸害其他孩子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玉田好似看开了一般，指出这个孩子现在在监狱里，而这一个成了瘾君子。至于我还算混得不错了。言外之意，这些都是老师赐予的。玉田明白，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一些东西，所以他至今也不想背叛老师。至于老师，现在的学生也都闭口不谈，毕竟老师是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人，并且有几项罪名的追诉期已经过了，所以现在只能起诉老师轻罪。队长不想就这样轻易放过老师，只是大家再去找玉田认识的孩子谈谈。结果瘾君子也是不承认被老师性侵过，他很怀念当初在老师温暖的家里，有饼干和热牛奶可以吃。对此警察也是毫无办法。而早已成为钢琴家的学生更是反驳了警察的要求，因为是老师教会了他弹钢琴，让他有机会走出了贫民窟，他不会背叛老师的。至于老师的儿子，当然不会指控自己的老爸，所以结果是根本找不到控诉人。可谁知晚上就突然峰回路转了，泰勒竟然接到了玉田打来的电话。原来玉田老妈得知了他的遭遇后，以为儿子是同性恋，就将他赶出了家门，同时玉田也被公司开除了。对此泰勒很是同情，也有些愧疚，愿意主动提供住所。也许玉田被打动了，竟主动提出要作证，这对警察来说可是求之不得呀。接着泰勒对玉田进行了安慰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殊不知很快泰勒就会为今天的表态后悔了。第二天他就和检察官带着玉田进行了开庭预演，俩人语气柔和地说明了庭审的程序，尽量让玉田觉得自在点。可谁知就在万事俱备之际，意外突然发生了。马奇警探决定带泰勒去看点东西。录像里玉田正和一个小男孩一起弹钢琴，不料这时老师走过来说小男孩没有音乐细胞，他已经开始准备学习了。玉田立即明白了老师的暗示，于是在老师面前性侵了小男孩。泰勒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，原来自己一直维护的玉田也是施虐者，他的心很痛。然后这件事不出所料引发了地震，有人同情玉田，有人认为他也是个可恶的罪犯，最终还是大队长决断，适用老师的法律当然也适用玉田，于是将这事告诉了检察官。就这么玉田从指控人立马转变成了罪犯，不过他也坦白了自己的罪责。 He said, how can you play a piece about longing when you haven't felt that?
It's the way I learned how to play. How many times did this happen? Once. That's it. Don't lie to me. That was the only time. 这回警察又选择了相信，同时也为了照顾玉田，大队长提出了认罪协议，只要玉田出庭指控老师，就起诉他轻罪。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，玉田仔细描述了当年学钢琴的场景，可检察官想听的重点是老师碰没碰过你其他的地方，这是整个案件成立的关键。老师的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，警察也在等待着回答。最终玉田还是遵循了内心。 Yes. 听到这话，老师是彻底伤透了心。当法官让他发表最后陈述时，他也选择了拒绝，算是完全认罪了。鉴于老师的表现毫无悔改之心，法庭没有理由从宽量刑。 Note by note, you eroded the hope of every child in your charge. You stole from them. You stole from this community. I sentence you to 115 years, the maximum the law allows. Maybe knowing that you will never teach another child will fill some of us again with hope. 听到老师要坐115年牢，玉田又开始为他担忧起来。不过检察官也宽慰说，38年后就可以申请假释了。然而问题是，老师现在已经60岁了，这也许就是数学的奇妙之处吧。好在变态老师终于受到了惩罚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又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被玉田性侵的小男孩父亲十分震怒，他不同意将玉田轻判，即使警察耐心做了说服，是玉田的指控才能锤死变态老师，从而拯救了大量孩子免遭毒手，并且这样你儿子也不用出庭抛头露面了。可是父亲坚称这不是正义，就算检察官表示已经达成了协议，父亲也强势要求取消，否则他就会告诉所有报社电视台，控诉警方搞双标，只投入时间精力侦办某些猥亵儿童犯。这一下又给了警方巨大压力。随后警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玉田，坦言他如果直接认罪的话，会被判1-3年重罪，而鉴于舆论压力，法官会判最高刑期，但如果不认罪出庭受审，则有可能判缓刑。最终玉田做了选择，小男孩不应该出庭承受压力，他选择认罪。玉田封闭了这么多年，是到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时候了。